当地时间24号晚上8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回应退出竞选连任。在时长约11分钟的讲话中，他呼吁美国团结，称这个国家正处于转折点。此外，拜登还表态将推动对美国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在退选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拜登把2024年大选定义为在前进和后退、希望和仇恨之间的选择，并把他的决定视为民主问题。When the decisions we make now will determine our fate of our nation and the world for decades to come, America's going to have to choose between moving forward or backward, between hope and hate, between unity and division. 拜登还表示，自己退选是为了把火炬传给下一代，并令美国更加团结。他说：“现在是时候让新的年轻的声音发声了。” 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拜登称，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内，他将专注于履行总统的职责。Over the next 6 months, I'll be focused on doing my job as president. That means I'll continue to lower costs for hardworking families, grow our economy. I'll keep defending our personal freedoms and our civil rights, from the right to vote to the right to choose. 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将一如既往地为盟友提供帮助，提到了继续支持乌克兰、平息巴以冲突等国际事项。此外，拜登还称赞副总统哈里斯经验丰富、坚韧且能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合作伙伴。She's experienced, she's tough, she's capable. She'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to me and a leader for our country. Now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自拜登宣布退选以后，特朗普于22号公开质问，表示拜登是否适合在未来6个月里继续管理这个国家。与此同时，其他共和党人也迅速发起猛烈攻势，强烈要求拜登立即辞职。I think that moves away, especially next week. You probably don't talk about him. People start thinking about him differently. And the main focus of Joe Biden was what I've talked about for the last year. He's just not the same person. It wasn't till the debate, till the rest of America saw it, and that's when you started to collapse. 事实上，拜登年迈的身体状况长期以来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共和党主要的攻击目标。无论是在飞机前梯上摔倒后爬起来又摔倒，还是在演讲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以及在重要场合的严重口误。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He's going to beat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But I think she'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抛开此前与特朗普的首场辩论中的灾难级表现，以及后来的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外，拜登的健康问题才是导致他最终退选的最大原因。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延宕至今已经超过5个月了，然而遇难者家属仍然没有能等到台湾方面的道歉和赔偿，甚至连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据报道，两岸原定于24号在金门就事件进行协商，但因台风影响而被迫改期。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回应表示，目前正就此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妥善协商解决相关问题。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公告，就是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的影响，7月24日5通客运码头下金航线全天停航。我们希望就此呢保持沟通，妥善解决相关的事宜。今年2月14号，台海巡部门在金门县北定东0.5里海域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艘大陆籍快艇，之后对该大陆船只进行追击，并导致其翻覆。事故导致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当月20号，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陪同6位船员家属抵达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包括确认遇难船员身份，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台湾方面以粗暴和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但事件发生以来，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多轮闭门协商，依然未能达成共识。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这种对待逝者的不敬，不仅令遇难者家属心碎，更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伤害。
国台办连月以来多次强调，214恶性撞船事件善后迟迟未能得到解决，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出尔反尔，推卸责任，给善后协商设置障碍。台湾有关方面只有正视问题，满足家属要求真相、道歉、纠责、赔偿等合理诉求，事件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台湾方面陆委会23号发声明指，有关214金门事件，双方商定于24号在金门后续讨论。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此次协商原本预定将遇难者遗体和船只送回大陆，大陆原定派海协会有关人士参加，双方将签署一份协议，包含事件原委描述、赔偿金额、道歉方式等。据报道，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已经到达金门。有台媒记者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就此询问，这是否算两岸官方初步恢复谈判？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回到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对话交往才不存在障碍。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后，福建海警多次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警戒护渔、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近日，有个别岛内媒体报道称，大陆海警所谓双标执法，威胁、恐吓并驱赶台湾渔船，对大陆3无渔船却视而不见。朱凤莲强调，有关报道完全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目前呢，正处于伏季休渔期，海警部门依法执法，维护相关海域渔业生产安全、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事实上，真正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民间交流的，正是民进党当局。台湾赴大陆旅游禁团令6月生效，中国国民党及民众党本月16号提议解除组团赴大陆观光之限制，并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寻小三通、赴金马棚等外岛旅游观光。蓝白联手以60票赞成碾压绿营48票反对，台立法机构通过此项决议，这原本给了因阻碍岛内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而不得人心的民进党一个台阶下。但陆委会回应称，尊重决议却不遵守，妄图将禁团令存在障碍的责任甩锅给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和岛内业界诉求，迟迟不解除禁团令，是在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侵害台湾旅游业界的利益。上月，大陆方面发布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司法文件，并清晰阐明，针对的是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不针对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但民进党当局恶意炒作，故意将广大台湾民众与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台湾方面陆委会上月还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橙色，宣称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岛内知名网络博主韩国人本月13号发布了一段在桃园机场搭机到上海候机时被陆委会人员征询填写相关信息的视频。这是陆委会的，对，我们是陆委会来进行的。好。然后我最傻眼是他要我们填一个紧急联络人的这个资讯，也就是让不知道的人感觉好像今天去大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面对舆论批评，台陆委会却甩锅给外包人员，宣称当时没有派公务人员到机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说，这是自愿性质的。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回应称，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完全是政治操作，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方式干扰阻挠两岸交流。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其精心编造谎言被戳穿。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都非常的清楚，大陆完全不存在所谓的旅行风险。民进党当局恐吓民众的伎俩是唬不了人，也拦不住人，只会加大民众对绿色恐怖的反感和反对。实际上，岛内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高涨。据台交通主管部门统计，今年1月起今，台湾赴大陆旅游观光的人数已超过100万。本月中旬举行的2024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吸引大陆12个省份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及企业共155人参展，4天吸引28.2万人次进场。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提到，许多民众对大陆旅游很有兴趣，不少人直接向大陆方面参展人员询问当地旅行社联系方式，拟抵达后才报团。还有岛内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近日提升民众赴大陆旅游警示至橙色灯号，但桃园机场、松山机场暑期以来每天飞大陆的航班都是客满状态。